哎，那他挺大，哎呀，你说还就没觉得不舒服，哪都没觉得不舒服。那是个感觉，就第一次感觉特别好，感觉太美好了。对，那你这个后来那几次感觉都觉得很不舒服，还是那也得忍着。今天的节目很开心，邀请到2位朋友，一位是张哥。对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对，大家好。对，还有我们苏雄，上一次也在我们这里做节目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张哥是30多年前也出柜了。对。张哥出柜的时候你还没出生了。对，是的，我98年出生的。98年出生的。张哥可以问一下哪一年吗？我是应该是93年。什么93年？你是出柜93年？你是哪一年人？啊，我是67年，67年。对，所以2个人之间有31岁的这个差距啊，30多吧。他们俩不是一对，好，把不同代际的同志喊在一起，我们来讨论这个变化。张哥，你是在你那个年龄段的时候啊，你看你90年代出柜的时候，那还是很难的。那个时候同性恋还是犯罪。对，那是还是没去罪化呢，那就是还有期间罪呢。对呀，对。那所以你那个时候跟人约个会啥、约个炮啥的，那是风险性是很大的。当时也是带着侥幸心理吧，或者你起码就是那种需求你得需要，人生解决啊，对呀，生理问题你得解决，不解决怎么办？是不是？你不能老是指着去那用手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没有实际的经验还是不行的。对，在你那个年代，你去跟别人约会也好，或者是见面也好，因为没有什么软件，那只不过是厕所里给你写一个东西，写个电话号码，就是只能在厕所里，不像说现在现在通讯都很发达，有这个有那个，有手机什么的，那是现在互联网时代，那时候都没有。很闭塞的东西。你还记得第一次在哪个什么厕所里面遇到一个合适的人的时候，你们当时都怎么去这个？我就是到北京来办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在朝阳娄子庄跟前有一个外面一个大公厕，就是那种还是板的墩的那种，就是那种破板子搭的那种厕所，很简陋的东西。那顶上写着一个电话号码，还是转一个学校。我一打的时候是学校转。是一个学生啊，多大年龄？我那时候也是不到30岁吧，他那时候也都21岁啊，大学生。对，大学生，他家庭是农村的，他也不敢说，很害怕，他很恐惧啊。我俩见的时候都很恐惧，他就这么瞅我一下，然后呢，他说那个去哪里呢？我说没有地方去，旁边那有个高尔夫球场，还没修建，那就是个一块草地，靠着一个河往头出去的，咱俩在那坐一坐吧。他说这些东西我是不敢做，他是河北的啊，他属于邢台吧，在这念书，反正没有那个事情，就互相搂抱抱就可以了。那就是一次，那是头一次。所以当时在高尔夫球场还没建好的地方，对，两人也不敢摸，也不敢那啥。对，因为说视野很大呀，他没提出去整个钟点房啊，人家没提出来那个东西，咱也不能去。你都没主动提出来。我那天已经出来了，我就不想了，这个已经完了，我俩呢，他走他的，我就给了他拿了2块钱坐车。哦，那个时候约会还给那个，我是个学生嘛，我说你坐车回去，喜不喜欢？人家来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就送着他，我就走了。明白，那个时候还是有点害怕，确实有点害怕。其实苏雄也20出头嘛，现在也就是大学毕业3、4年。毕业4年了。张哥那时候还害怕别人说把我抓起来了，因为我这个同性恋还有鸡奸罪，还有流氓罪呢。你跟别人开始有这个约会的想法的时候，就不会有这种恐惧吧？不会有这种恐惧，而且我应该早很多。我应该是在高3上学期的时候，当时胆子也很大，我还不知道小兰，我是从这个同志论坛里面找到了我们那个市的 gay 的 QQ 群，就加进那个群里面了。就有一个人要约或者怎么着，然后我就直接联系他，当时都不知道换照这么一说，然后就是直接是见了面。哦，就直接开盲盒就去了。对，照片都没看过，没看过，当时没有这个概念，只要是个男人就行。对，当时高中生还年轻，我们就见面了。见了面之后，他是一个学生，大3的一个学生，就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那个什么？骗我妈说我是去外面运动去了，跑步去了。确实是运动去了。我们那边有澡堂，因为我是在北方，所以都是公共澡堂，但是也有一些是单间。我说我们2个人开个单间吧，但是没有干乱七八糟，基本就是亲亲抱抱，类似这样。听上去你们2个第一次跟人约的时候都是搂搂抱抱，都没有那些真刀什么真枪的那些。是的。像你这个年龄段的人，你们的约会的场所通常会在什么地方？
一般都是会先见面，就比如说大家一起散散步，喝个咖啡等等。如果觉得合适了，然后说，哎，要不要开一个钟点房，类似这样。对。所以张哥那个时候都是在厕所里面看到那个挡板上写了一行字，或者是在公园里面。公园里几乎很少，就厕所里多，都很隐蔽的，还是那种茅坑的厕所，很那个什么的，哎呀，苍蝇很多。你说这还有心情？对呀，那个事儿吗？对，你看着就没有心情，看着人长得帅的情况下，心情马上愉悦就好了。对呀，但是我们在后面也很臭，对，心情又不好了。对。不，你要是结婚了，对呀，恐怕你儿子都比他还大，肯定比他大吧？就能够看得到这个时代对我们这个变化，对我们同志的生活还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。你看你早年的时候在厕所的时代，你再到后面呢？再到后面的时候，有 BB 机啦，做生意啊，联系的方式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说呢，哎，有浴池，你可以上同志浴池看一看。我说什么叫同志浴池啊？我说我不知道啊。哈尔滨那奋斗浴池嘛，这是同志浴池，那里头行。这都多钱洗澡啊？那时候8块钱，那也算贵的吧？洗澡那时候还1块钱。哎呦，我去了也没什么，就是男的脱了衣服在那瞅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就脱了光，哎呀，没有小年轻，都这一些老头子呀，就好奇到那里看的，花了8块钱就看了一个，投资有点大，所以呢就不想去了。堂哥还是比较喜欢小鲜肉的。那时候呢，就是我年龄大一些的，我是比我年龄小个几岁的，就是跟我一边大年龄的也可以接受。苏雄也是谈过恋爱哈。我应该有谈过3段恋爱吧。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吗？还是？对，现在是单身的状态。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如果有喜欢苏雄这一款的，苏雄现在单身，非常优质的这个单身青年 ，IT 从业者，算是 IT 吗？前端程序员。你希望认识的人他应该是怎样的？我觉得最基本的一个就是双方可以聊得来，可以沟通。然后至于后面的话，其实我的标准也不是很高，就是说主要是看感觉。对，主要看感觉。对肤色啊，对民族，对什么那个年龄都不会有太大限制。年龄的话和我相仿，相仿啊，对，是的。我们再回到咱们这个东北，你说你那一代人里面，很多人都是跟异性结婚了。对呀，那你怎么还胆子挺大？1993年就敢跟家人出柜呢？那时候是从新疆的一次去做生意的时候认识那个人，他特别喜欢我，我就是为了他才出的柜。那我俩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1啊，什么是0，现在就觉得分的型号挺好的。那时候不懂什么型号的。我在霍尔乐去上货，我俩是从一个宾馆，就是一个小酒店吧。他就是老瞅我，我说那你瞅着瞅呗。那回吃饭的时候呢，饭店还主动端了一杯水，他说咱俩好像住一个酒店，有时间我上你那儿坐一坐。哎呦，我说那不好吧，2个男人有啥做的呀？你真的这样说了吗？我真的那样说了，我真的那样说了。因为说外地人吧，他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，人家说又是好，又是大，又是耐，很厉害呀。所以咱也没感受到，咱就觉得新鲜。我这货卖完以后呢，第2回我来的时候呢，你上车站去接我吗？他说去接我，他就在后面呢租个小屋，一个月刚30块钱。他说呢，我在那等你，我那晚了1天。他说呢，为啥见不到你？我这很心慌啊！我说你喜欢我吗？他说喜欢你什么？还不敢承认。那天呢，稍微晚了一点，吃了点饭。他说我到你屋坐一坐呀。我说那你来吧，坐一坐。我说你不回你那小出租屋了？他说不，先不回了，咱俩聊聊天，聊得很深入啊。聊多深入？他就往这方面引导我，就说的，哎呀，你想不想那个2个人男人之间的有点事儿啊？我说男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？我都不知道。对呀，我说我现在不知道。那时候人家很傻，穿了我线裤，捂得很紧呐。是脱衣服得脱好几道。对呀，肯定脱衣服很慢呐。聊到很长时间了，我说我有点犯困，明天早上我要出差。我说那个你要回去吧。他说的，那我就在这儿住吧，这床很小，他跟咱挤一挤吧。他头冲里头，就开始睡了。这个他躺下了，也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接触，也没说摸。睡觉的时候都摸我大腿，你睡觉吧。睡到有感觉的时候，已经是快天亮了。我说我觉得怎么我这衣裳被脱掉了？谁把我衣服扒了？对呀，这个线裤都已经在哪去了，都扔到地下去了。发生关系以后，后边会觉得我说这很舒服啊。他说哎呀，这个我觉得也挺舒服的。我说那还挺好的。他说那咱俩就慢慢处吧。这是那一次，我觉得很舒服。在那个条件情况下，跟他做了一次事情以后。所以觉得舒服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对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我就觉得，继续得跟家人说了，不说你对不起他呀。
我也不敢说，我也很迷茫呢。你跟家里人你怎么去交代这个问题，是吧？母亲是个知识分子，家里我姐姐们都在法院工作，都是国家公务员，我怎么去说这个事情？所以你们俩出来有过那个一夜的这个激情之后，对，持续保持了多久的关系？我俩总共保持了3年关系，我就给他从深圳买了个 BB 机，那时候就便于联系嘛。所以后面就对方结婚是什么时候？我跟家里出轨完以后，都把这件事情讲完以后了，我第5次去库尔勒的时候，他还要跟我发生关系，他就是半夜就是2点多他也不走。我说你要干什么？他说我跟你讲这事情，我要结婚了。你结婚你跟我说这干什么？你结婚你就走你的。我说咱俩就不能住了。我虽然说我喜欢你，虽然说你激情也够，什么也够，你代表着你就是不喜欢我了。那你要喜欢我的情况下，你能结婚吗？所以他说对不起，他掉眼泪了。我说那就算了吧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挺厉害，那30多年前，然后你看你为了他还跟家人出轨。对呀，就为了他，就那一次的性生活，我就觉得太激动了10都无所谓点事儿啊。对。他说你做我说我做你干什么？不做你了，你就做我吧。我都说喜欢一个人就不用那么事，对，是谁做都行。我说我就来吧，牺牲我自己。他还那时候挺感动的，他那天真哭的，他走的时候哭的很悲伤。我不能心软，我要心软的情况下就没有后面的血曲了。人家不是想在你的宾馆里面走之前一个分手炮吗？我没让他做。你想脱衣裳，我都直接把你撵走，我衣裳全给他扔到外头去了。那时候冬天呢，他就穿个裤衩，我这个人就很刚强，我说不做你不做。所以他说，我认为我很强势。一方面就给我发信息，就靠那个传呼机打完电话让我回他电话，我始终没回。我为了你都已经付出了，你就是为我一点点付出你都没有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？我说为什么受伤总是我？你舒服了，我就不是做0，想做05，人我都想做0了。为了你，我还有什么吗？所以这个我很生气。那个兄弟，你听完那个唱歌那个故事的时候，对爱情观呢，对这个同志的这个，会有没有颠覆你的地方？我觉得年代不同，可能观念不一样吧。因为像你们可能就比如说只发生了1、2次性关系，然后就掏心掏肺的对对方。但是现在我看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即便发生了多少次性关系，仿佛也不能掏心掏肺了。观念问题和思想的前卫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那个代时代就是说我身体都给你了。哎呀，就像说，就像一个处女似的，我是处女，我都跟你了，你看都说我都不纯洁了，再谁要啊？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，跟现在的生活方式完全就变了。他也不是只做了1次吧？我们3年当中做了次数也还很多次了。他只是说那一次实在太难忘了。对，一炮上瘾的那种。那一次吧，几乎就没有什么感觉，也没觉得疼。是你的第一次吗？对，我的第一次啊，我没觉得疼。对呀，哎，那还挺大。哎呀，你说，还就没觉得不舒服，哪都没觉得不舒服。那是个感觉，就第一次感觉特别好，感觉太美好了。对，那你这个后来那几次感觉都觉得很不舒服，还有点痛，那也得忍着。刚哥，你这样就是说，你看你后面跟他分开，那个是1990几年了，那已经就跟家出轨的1年左右了，就这个美好的爱情破碎了，还有那么好美好的性都没有了。其实，那你对你来讲应该也是很艰难的吧？那一段就很低沉，就老想着这些事情，就始终没有忘记他。就是第1年还是，脑海里还有他；第2年呢，印象中慢慢就这么模糊了；第3年以后呢，就完全就不想了，完全这个事我就已经放开了。我这么优秀，我怎么找不着好的呀？没有你，我的世界更好啊。所以我就那么寻思，所以我就从这个里解脱出来了。所以后面你说他还带小孩来见过你？就是我们3年半以后，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那时候就回个电话，他说这，我结婚了，带着孩子呢。他说这你到库尔勒还有时间过来，咱们见上一面聊聊天儿，把我的家庭情况跟你说一说。我就是出于好奇，哎，他为什么给我打电话？要重归也好吗？我就还有抱着侥幸心理，还有点痒吧？对，有点痒，就是好像说着要复合吗？我说我就看一看。这是从深圳直接坐车到兰州，兰州又到库尔勒。哇！
将近70多个小时。见面的时候呢，带着孩子来的，还带着孩子来对，他家孩子已经是2岁了啊。他呢，他说我先把孩子送家以后呢，咱俩再聊聊。他聊的时候，说我不搭理那些事儿，哎呀，跟媳妇怎么不舒服，怎么的。我说你不舒服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不舒服啊。他说你既然都来了，从身体都来了，要不咱们一起舒服。对，他的意思当中想法就想再让我留他一次。那时都已经几点了，他始终不走。他说你就不能在这住一宿吗？我说那是不可能的。哇，那么坚决啊！他这是到那会儿洗个澡，他就把裤衩穿上了。他说我就在这儿跟你住一宿，咱俩聊聊天，什么也不做。我说那是不可能的。我随手开个门以后，把他的衣服直接就扔出去，又丢出去了，又丢出去了。我这是第2次丢他的衣裳，我就不管这件事儿。我说你要不穿裤衩我都给你拽出去。他遗憾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我就发现他的眼圈，他也是这个掉眼泪。他为了家庭没办法，他这含着眼泪走了。那以后断掉了，所以现在也找不到他了。我不想，不想，没有那个事情了，看着咱俩没这个缘分了。你看你在90年代你出柜是吧？对，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？我那天跟我妈说，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我喜欢一个人，没说是男女。我说哎呀，喜欢人好啊，你要结婚了，高兴的你要什么要多少钱呢？正好我妈这是平反，就说我手里还有几万块钱，你给你拿着。我说不用啊。我说这个是那个什么一个男的，我妈那眼睛直接就当时那种姿态就瞅着我，就像能杀了我一样的。男的，你干什么整男的？我说你在西方国家，你上过那么多国家去，你不知道什么叫男的吗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你别跟我说这事儿，我也说不出口。我说你不说口，我来说。他说你怎么说？我说我为我舅我姨他们打电话，我说我跟他们说呀。解决不了问题，我说我来解决啊。他说你打，就是我们本身住那个筒子楼，就是教委的筒子楼很大。我那天打电话以后呢，赶上礼拜6那天，他们都来了。我妈他们姐妹11个多呀，他们人很多。那天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呢，我要那个什么了，要结婚，我要找男的结婚。我舅那直接就奔我来了，你是不是有毛病？我有毛病，你能给我治吗？我这就是毛病，这是毛病很大，就喜欢男的怎么的？他说你能不能小点声，让人家听着不好，人家听着不好。我说你能整死我吗？他说我整死不了你，我也把你打残了。我说来吧，正好。你那么刚啊！我说我已经找到下家了，打死我就打死我吧。下家都找。对呀，就是那个库尔特那个。他说你看是不是你有毛病？那时候还没有心理医生呢。我说我这赶紧领着海医大，让我妈的学生那找那个王院长给他看看去吧。我说你找他妈孙院长也看不了我病，我这不是病，就喜欢男的咋的？他说没办法了，都已经很生气，都很愤怒，他们甚至要动手的样子。我妈呢，他们确实要动手，要动手的时候，我妈发话了。我妈说我们家事情我们自己来解决，你们该回去回去，哪天你们过来吃饭，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，不解决问题你们就不来了，都散了。散了以后呢，我拿着东西我就直接走了，半年没跟他们接触。一走半年，冷场就冷场呗。我在我同学家，我刚那是从那个北京回来以后上完货卖完服装以后，他说你妈找我了，让你回去跟你谈谈。我说跟我谈什么？不想谈。第2天他就骗我，咱们上那个一家新开的那个什么很好吃啊。我说咱俩是进去吃饭，他说你等2分钟。正好我妈下班回来，我妈坐那个吉普车，是她是教委的主任嘛，下来以后。把我拽着了，说的咱俩回家再说，老这么僵持下去，咱们都不能好。我主动接纳你，你不能主动接纳我。我说肯定不能接纳你啊！你对我那种气势，我已经很害怕了。我怕回家死在家里，我怎么死了我不知道啊。我母亲说有狠心的儿女能有狠心爹娘吗？我能整死你吗？毕竟是你是我身上掉人肉啊，我能整死你？那就回家咱俩好好谈谈，这个事情好商量。你如果喜欢男人，你就喜欢去吧，人你自己的事情去做，反正亲属这方面工作我来做，我就跟他回去了，就和解了。我通过我母亲冷场半年，他把这个事情呢他自己消化了，因为我是老小的，从来没打过我。你从小就比较惯的那种。对，从小就惯着那种，就是我家原先就是发那个鸡蛋，就那个筐里那个鸡蛋，让我50个鸡蛋全让我扔到地下打碎都不说我，买不着鸡蛋呢。是的，我一个鸡蛋穿个眼儿喝一口。我就扔，
我们也回到苏雄，还想苏雄能找一个对象的。像他们那个年代，像他这种情况就特别不容易，那个出柜的这种，大部分都是跟异性结婚的。到你现在这一代里面，你看到的那些封面，像我的话，我现在还没有出柜，但是，我觉得出柜的话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需要给父母一个前期的铺垫。像之前我对父母来说，还会隐瞒着自己。从22年开始，然后接触同志公益，然后慢慢的做一些彩虹相关的活动。以前我可能会屏蔽父母，今年我觉得说我应该给他们一些暗示。朋友圈一切彩虹的活动，我都是对他们开放的。当然，同事我也都是开放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为我还有个姐，我可能会直接先和我姐出柜，然后等到最后和父母出柜的时候，让我姐来帮助我。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也是非常大胆，以前不敢露面的，现在敢于露面，敢于上镜头了，也是一个成长。就是对于出柜的话，我觉得我不怕。我担心的呢，可能就是父母的一个接受程度，或者是父母能不能更容易的去承受这些事情。所以就前期的铺垫很重要。你老家内蒙啊，父母会比较凶吗？我妈还好，但是我爸比较凶，脾气非常暴。你是从小挨揍的那种吗？不太会吧？会挨揍，会挨揍。我爸经常揍我。张哥他们那一代人还有什么鸡奸罪，别人知道了以后抓去什么拘留啊？你这一代多一点，你觉得跟他们这一代有什么不同？我觉得有一个不同，就是从小就开始接触了同性恋相关的知识。最早我应该是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喜欢男生，在6年级初一的时候，自己就在这个同志论坛上面去看耽美肉文，就同志肉文。所以我一直说这个同志肉文就是我的儿童读物，就是我看过各种各样类型的同志肉文。就等到像初2、初3的时候就看腻了，就讲一个开头，我基本都能猜到它后面是什么。大学和第一任男友认识的时候，也没有说一发生关系我就爱上他了，然后我要和他过一辈子。当时我和第一任男友认识的时候，发生关系之后，我跟他说，我不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做对象，我们先做一段时间顾泡吧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也没有一个挣扎的过程，就比如说，我应该是喜欢女生的，但为什么我要喜欢男生？我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完全没有这个挣扎的过程，直接就跨越到这种自我接纳特别好的一个状态。那个你呢？你从小的时候啥时候会意识到自己不一样吗？8、9岁的时候就感觉到和自己不一样，男的就喜欢，对女的好像没什么兴趣，所以那时候怕嘛。一开始吧就有点恐惧。你们那一代人里面有什么橡皮筋弹自己啊？小男人就开始打。我没有那种，我打自己干什么？我想我就看看去呗。所以呢都有好奇。比如说2个谁家结婚了，都爬人家窗户，爬人家之后去看热闹。你有看到过什么新鲜的东西吗？那都没看着，这挡得很严呐。那结婚肯定挡得很严的，那时候都很保守的，也不能吱声。从新疆那个结束之后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那也差不多有20-30年了。你20-30年就是始终呢，就是为了多赚点钱，对自己生活好一些哈。就是跟他分手了以后，就还想要个孩子，我还到民政是到贵州嘛，然后领我去了以后呢，他家很远很远的，就到他家那个窗户。是纸糊的，是那木质的那个窗户，用纸糊的那种东西。哎呀，2个小孩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姑娘。那姑娘哎呀，埋了我台这些花骨点上的鼻涕嘎嘎的全是啊，这是这么埋的？我回家以后怎么去收拾啊？哎，一瞅那孩子个脏啊！哎呀，我不要了。我第2天早上我就给他扔了500块钱，我就跑了。所以那一次就领养失败。那情感的路上呢，你这30年不得再有点花花绿绿的事儿吗？花花绿绿的事情是一波三折呀。北京的时候就在娄子庄跟前开饭店，开饭店时候就有一个当兵的，当兵回来的一个小伙吧。那天他姐说呢，我弟弟当兵回来，说呢要上你家借住一宿。我说借住一宿就借住一宿吧。我们那时候睡觉也是就是头靠头的，他害他的背，我害我的背呀。他确实可直男。他搞我的，那搞我的那就搞吧。我说那反正我好几年没搞了，搞一下也没啥事儿。这个当兵他还真猛，有多猛？他妈的一回5次，一晚上5次。对呀，我说这真猛，一会儿给我明天早上能起来了，几分钟他就能硬起来。他可能当兵当的时间长了，我俩就是第2天早上起来谁也不跟谁说话，他肯定觉得不好意思。
那几年当中，就是老觉着哎心里很空荡，那都是找年轻人，那时候我已经30多了，将近快40了。我觉得跟张哥聊天很开心啊，也不遮遮掩掩，特别的坦诚哈。你在听这个张哥聊他那些故事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启发吗？也不用怕得罪他，我们就直接讲没关系的。我个人有一点，我觉得可能和之前的这个同志不太一样的，就是我从小第一次看的就是这位，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是看这位，就不会去看什么 AV 什么男 AV 后面我才开始看的 AV， 但是 AV 呢，我只是瞟一眼，但是就完全不感兴趣。然后从始至终我都是看的这位，这个我觉得是挺不一样的一点。第二点的话就是，我觉得我的社会经历比较短，但是我有特点就是。我应该是从大1上学期的时候开始接触小兰，紧接着就是一直在找对象，中间的空窗期非常少。对，是的，对象就很好找。是这样。像我第一任，我们是处了1年半，最后分手是因为他毕业了，但是我还在学校里面，然后我们就异地了半年，实在是因为都没钱，然后没有办法见面，和平分手了。第二任也是我们学校的。找了1年半，最后就是因为疫情，当时我是大4，他也是快毕业了，他是博士，不能回学校，所以在这半年期间也见不到面，然后就分手了。然后就是找到第3任，处了4年，前1个月吧也是分手了，现在就是单身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那张哥，你对他们这小朋友这一代有什么好奇吗？我好奇的是他们有很好的市场啊，很好找啊，也有市场啊，我有人了，我不需要市场了。所以你还是那种忠贞不渝的那种。对，你跟人家相处，如果他真的某一天说不爱你了，冷淡了，不说话了，冷暴力了，咱们就友好的分手，我还有市场呢。最后我到60、70，我还有市场，是吧？我能动一天，我就快乐一天。是不是啊？那我在想看看两代人怎么去看这个所谓的开放式关系，这边跟这个人在交往啊，还可以跟另外人在交往，同时交往3个。因为我找这个人，他不是介意我找不找人，就是你跟谁聊他不管，他不介意这些事情，只要你不越轨，不出现很多的毛病。如果说真的有开放那天，我也是还是忠贞的对一个人好下去，不能说你太乱了也不好。这也是人的生活在一起的一个最关键的事。所以你一般怎么看？开放式关系，像前2任没有讨论过，但是像第3任有讨论过。当时和他讨论，因为我是0，然后他是1，然后他的观点大概就是我可以开放，但是我不想让你开放。对，他觉得说你永远是属于我的，你不能被插入。但是如果要开放 OK， 你可以去外面当1，但是你不要在外面做0。就你要换一个角色才可以。然后我就不服，我说我要开放时我一定要在外面做0，我不能做1。为什么呀？这样坚持？就是没必要，因为他的这个我就要牺牲自己的这个方式呀，对吧？这个是一点。然后第2点呢，就是看身边的一些小伙伴，就是讨论开放式关系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包括有接受开放式关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因为最近我已经单身，所以也上这个软件会有一些人，就比如说他们是情侣，然后他们会邀请你，或者是邀请谁加入，可不可以考虑组成一个3口之家？类似这样的。你会愿意加入3口之家那个吗？如果是单纯的性爱方式的话，我应该还蛮想尝试的。但是如果是真正3个人互相相爱，我难以想象，因为我觉得嫉妒心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。你觉得可以吗？你加入？我觉得不可以，因为说这个你融入到一起当中，3个人的感情都不一样啊。一个3个人家庭和2个人家庭，完全就多一个人的那个存在，就很不舒服啊。如果是要问他们这种年龄段的20来岁的小朋友一个问题的话，你最想问什么？有2个1约你1个，你愿意去吗？这为什么不试试呢？肯定愿意啊。你有什么问题最想问他们？如果等到就是再过5年或者10年，你怎么看待养老问题？我现在一个以房养老，自己的房子，手里有钱，对养老问题我是不犯愁的。如果说有我同志养老组织这个成立以后，我可以去无偿的去帮助，就是这个在同志养老方面，我是不带打折扣的。
什么方面我都可以舍得。这些东西我也不需要交给家里某些人，到时候我没了以后，我可以做一些公益。年轻人如果说需要什么，我可以去帮着你们，我帮着你们我很高兴啊。